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我们聚焦美国零售业的两大巨头 Costco 和沃尔玛，看看他们最近的股价表现以及基本面是否有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应该继续持有逢低加仓，还是获利了结 COST 和 WMT 的股票？此外，芯片行业的 Number Two AMD 因为和 OpenAI 的合作，股价在一天之内暴涨37%。查理也趁此机会止盈了部分 AMD 的仓位，在2周内锁定45%的收益。那么 AMD 接下来表现会怎样？还能追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慢慢聊。好，先来看看会员制连锁超市 Costco 的股价表现。毫无疑问，Costco 的股票在2025年表现不佳，它的 YTD 年增幅基本为零，远远落后于标普500指数14%的涨幅。更糟糕的是，Costco 目前处在下行通道中，在过去3个月，Costco 股价已经从1056美元滑落到现在的915美元附近，跌幅高达14%。很多朋友都在问查理，Costco 怎么了？作为过去表现十分稳健的防御型蓝筹股，Costco 还值得我们投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查理对 Costco 的情况做了系统的整理。Costco 公司在9月25日发布了25财年第4季度的最新财报。总体来说，这份财报的表现中规中矩。它的 EPS 达到5.87美元，比市场预期的5.80美元高了一点点。总体营收为8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那为啥 Costco 的股价在财报公布后又跌了2个星期呢？这是因为投资者担心 Costco 的核心零售业务它的增速会持续降低。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实体经济非常萧条，而且通胀依旧很高，导致失业率也维持在高位。这就使得消费者对于 groceries 的日常采购更加保守。打个比方，查理以前每周逛 Costco 一次，每次都买它最贵的60美元的牛排回去烤着吃。现在查理兜里没钱了，那我就每个月逛一次 Costco，只买它9块钱的烤鸡，不买牛排了嘛。那 Costco 的营业额就下降了。为了弥补主营业务的增速放缓，Costco 管理层最近又在提高会员费这块业务上做了文章，希望多赚点钱。9月1日，Costco 公司宣布，只有高级行政级别的会员才可以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进店购物。那其他普通会员呢？不好意思，你只能在10点之后来 Costco 买东西。要知道，高级会员的年费高达130美元，是普通会员年费的2倍。那显然嘛，Costco 希望消费者都去升级到高级会员，这样 Costco 就可以在不涨会员费的前提下，大幅提高会员方面的收入。而且这样做对于 Costco 来讲是零成本的，只是对于普通会员的消费者，他们能在店里购物的时间每天缩短了1个小时。反正查理是不会去升级成高级会员的，虽然他们的工作人员经常蹲守在 checkout 收银台，问我要不要开信用卡升级会员，而我每次都回答说 “No, thank you”。好，玩笑归玩笑，如果我们看 Costco 股票的基本面，就会明显发现它的股价上涨乏力的关键原因。COST 的每股净利润 EPS 在2025年和2026年都只有10%，低于标普500指数12%的平均年增幅。而且 Costco 股票当前的本益比 PE ratio 高达50，远高于 VOO 28的平均本益比。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 Costco 的价格瞬间就不香了呢？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看看 Costco 股票在过去10年的 PE ratio，会发现它在新冠疫情之前，本益比常年稳定在25左右，和美股大盘差不多。然而最近2年，也就是2023年到2025年年初，Costco 因为股价涨得特别猛，在2年内涨幅高达100%，这使得它的本益比从25一直涨到了现在的50左右，属于非常高的基期。
那这是否意味着 Costco 股价有进一步下跌的风险？PE 会不会走一个均值回归呢？查理认为，从长期角度来看，Costco 的本益比确实会慢慢降低到35到40倍的水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股价有大幅下跌的风险，因为 Costco 的 earnings 净收益还是会随着时间而增长。如果它的股价维持不变，那么 PE 本益比自然会逐渐均值回归，这会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这张图是 Costco 股票在过去5年的历史走势，可以看到，在2021年12月到2023年11月这长达2年的时间内，Costco 的股票一直都处在横盘震荡的区间，和现在的情况非常类似。因此，如果朋友们想买 Costco，就必须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做波段是很难赚到钱的。目前，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Costco 给出的是黄灯持有的信号，预计 Costco 的股价至少要等到2026年的3月到4月份，才可能重新开始向上突破。如果你考虑建仓买入 Costco，那么比较好的买点最可能出现在874到910美元这个范围。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它的股东，那就放心持有即可。我们很难看到 Costco 股价有跌破800美元的风险。那随着时间的推移，Costco 股票会随着公司基本面和盈利状况的逐渐改善，而走一个慢牛的行情，非常考验投资者的耐心。此外，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对于 Costco 股票的看法还是以买入或者强烈买入为主。1年内的平均目标价给在了1077美元，比现在915美元的价格有18%的上涨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长线选择。那聊完了 Costco，我们来看看零售业的龙头老大沃尔玛的情况。很明显，WMT 的股价表现要好很多。它在2025年有14.7%的涨幅，和标普500指数相当接近。同时，沃尔玛的 PE 也比 Costco 高达50的 PE 要低不少，目前在39左右。这也证明沃尔玛的盈利能力还是强于 Costco 的。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家零售巨头的股价表现相差这么大呢？如果我们看沃尔玛在第二季度的财报，会发现，其实它的总体营收增长率甚至比 Costco 还略低一些。然而，沃尔玛有一项 Costco 完全没有的新业务，那就是它的线上销售平台以及数字化广告业务。这2项电商科技类的服务，虽然目前的营收只占了沃尔玛总收入的不到1%，然而它们的增速非常快，线上销售的年增幅有25%。而在广告业务方面，更是有高达31%的年增幅。事实上，市场更加看好沃尔玛的核心原因，就是它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实体零售商加速转型为一个具备数字化与全渠道能力的零售平台。没错，沃尔玛的目标是成为像亚马逊那样的科技巨头。为了实现数字化升级，沃尔玛成立了沃尔玛 Labs，专门开发和维护它的电商平台，并且进行大数据、AI 云计算、机器学习、自动化物流、网络安全等技术开发。公司正在测试 AI 超级智能体，用于优化广告管理、订单处理与客户服务等流程。最近，沃尔玛还收购了智能电视厂商 Vizio，强化了在联网电视广告与视频流媒体领域的布局。查理越做研究，就越发现沃尔玛和亚马逊正在迅速靠拢，两家巨头在线上和线下的零售业势必展开非常激烈的竞争。当然，如果单纯从 EPS 增速角度考虑，沃尔玛在25年的 EPS 增速只有4%，而到了明年，它的 EPS 增速也就提高到12%左右，和美股大盘差不多。考虑到 WMT 当前本益比高达39，现在的股价确实有点偏高。目前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是持有沃尔玛股票的建议。如果在接下来几周，WMT 的股价回撤到97美元以下，是可以考虑建仓买入的。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沃尔玛的电商业务以及它的整体数字化升级，会持续推动这家老牌巨头
股价稳稳的往上走。如果一定要在 Costco 和沃尔玛这两家公司股票上做选择，查理可能更偏向于沃尔玛，因为他更积极主动地拥抱了这个时代的潮流——数字化。好，聊完了两家零售业的巨头，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市场当前最炙手可热的股票，我们的老朋友 AMD Advanced Mani Devices。这个芯片行业的千年老二，仅次于英伟达的 GPU 设计公司。它的股价在10月6日单日暴涨37%，一口气从164美元冲到了220美元以上。这也是 AMD 的股票自2024年3月份以来重回225美元的历史高点。当然，AMD 狂飙的原因是和 OpenAI 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OpenAI 将在未来几年内部署高达6兆瓦的 AMD GPU 计算能力。在初始阶段，OpenAI 会在2026年下半年开始部署1兆瓦的 AMD 最新的 AI 芯片 MI450系列作为起始节点。两家公司会进行多代硬件和软件的协同测试，以确保 AMD 的 GPU、系统架构、软件站等可以满足 OpenAI 的推理与训练需求。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查理认为 AMD 和英伟达最大的差距就在软件服务方面，而这次与 OpenAI 的合作可以极大的提升 AMD 在软件系统开发上的能力。AMD 的 CEO Lisa Su 表示，与 OpenAI 的协议对于 AMD 是一个重大事件，表明了公司在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认为这次合作将在接下来几年为 AMD 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更为关键的是，AMD 还可以同时为 OpenAI 以外的客户提供 GPU 服务。苏姿峰对于那些认为 AI 投资泡沫化的批评声音表示，这些人想得太小了。他认为 AI 的潜力和需求还远远没有饱和，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查理表示，他说什么都对。这是因为查理在9月19日的视频中有明确提到，我趁着当时爆出英伟达和英特尔有合作，导致 AMD 股价下跌到155美元以下的时候，有加仓买入 AMD 的股票。在查理的投资账户中，加仓后 AMD 的比重占到了总体持仓的20%，属于重仓的投资。那因为 OpenAI 和 AMD 的合作，让查理的这笔投资在3周内暴涨45%，大赚了一笔。当然，我们在10月6日以220美元的价格只赢了1/3的 AMD 仓位，部分止盈之后，AMD 还占了总体持仓的12%的比重。查理会继续持有 AMD 的股票。那得益于 AMD 的强势表现，查理的投资账户的2025 YTD 年收益也达到了39.5%，大幅跑赢了标普500和纳指100同一时期的涨幅。感谢 Lisa Su 和 OpenAI 的金手指。那既然 AMD 涨回到了210美元以上，我们怎么看它未来的股价走势呢？查理认为，我们需要等3个星期的时间，到11月4日 AMD 最新的财报发布会上，看看 Lisa Su 对于公司在2026年以及未来几年的营收展望能有多大的提升。在此之前，AMD 很可能在210美元到230美元之间持续震荡的行情，建立一个暂时性的平台位置。那在11月的财报之后，AMD 的股价大概率会持续阶段性的上涨。这是因为虽然它目前的本益比高达127，但是其前瞻本益比只有42。在 AMD 的营收展望上调之后，它的股价会先于 PE ratio 而上涨。查理非常看好 AMD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走势，毕竟 AMD 现在的市值也只有3430亿美元，而英伟达的市值高达4.5万亿美元，两者的体量相差了12倍以上。AMD 还有极其巨大的上涨空间。那作为 AMD 的股东，我们只需要坐稳扶好，拿着不动即可。接下来是截止到10月8日，查理的 AI 投资系统给出的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以及个股推荐。CR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
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目前，CRI 投资系统还是把80%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有上涨动能的个股，另外20%的资金则分配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这是因为股票和大宗资产当前给出的是绿色看涨信号，系统不建议查理过早止盈，而是建议继续持有手中的股票和比特币资产。当然，现在美股大盘、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可以更多考虑投资个股。当前可以买入的3只股票分别是亚马逊、Meta 和迪士尼的股票，价格也以绿色数字标出来了，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最后是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卖掉了一部分 SPMO 的仓位，把资金用来加仓买入 Meta 和亚马逊的股票，其他投资保持不变。目前排名前5的持仓分别是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比特币 ETF IBIT、Meta、亚马逊和 Adobe 的股票。值得注意的是，设计软件公司 Figma 股价这2天也飙涨，让我们的 Figma 股票持仓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有8.6%的净利润。这还是得益于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的金手指。在10月6日举行的 OpenAI 开发者日的活动中，Altman 在 ChatGPT 的界面里画了一个产品流程的草图，然后他说 Figma 把这个草图变成一个可用的图表。那 Figma 软件在接管了这个任务后，把草图转换成了更为正式的流程图表，而且输出的结果是直接出现在 ChatGPT 的对话框中，而不需要手动跳转到 Figma 应用程序上，非常的方便自动化，科技感满满。结果当然是 Figma 股票在2天内暴涨了21%，现在的价格重新站上了$60。查理在9月初的节目中有专门介绍 Figma 公司的基本面以及个人的加仓计划。我当时认为 Figma 的市值只有$270亿，属于被市场低估的状态。那现在查理还会继续持有手中 Figma 的股票，等到它的价格回到$80以上，再考虑要不要减仓止盈、套现离场。那对于我们在9月9日新开的 CRI 投资账户，过去快1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有4.2%的整体涨幅。我就是按照 CRI 投资系统每天给出的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来调整 CRI 投资组合的持仓比例。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还会有不错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参考 CRI 投资系统，请点击订阅查理斯姆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的节目更新啦。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 Costco、沃尔玛和 AMD 的股价走势有什么看法？请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此外，我们的微信投资群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查理斯姆频道主页扫描二维码，免费加入我们的投资大家庭。祝您牛气冲天，投资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